我们会经常看到人们谈论收益，但是呢，却很少有人谈论代价。就比如说最近几年啊，有一些 ETF 非常的火，他们使用 cover call 这种期权策略来实现高分红。他们的分红率通常是达到 10% 以上甚至有的超过 100%， 看起来非常的有吸引力。但是呢，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么高的分红率，它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呢？好，今天的影片呢，我们就来讨论关于高分红代价这个话题。同时呢，我也会分享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来避免这些坑，帮助你找到值得长期投资的标的。我们先来看一只 ETF TSLY， 这是一只以特斯拉股票为标的的 cover call 期权策略 ETF。那么它的分红率高达 120%， 非常的诱人。从它的历史回报曲线上面来看呢，从这支 ETF 上市以来，它一共获得了 23% 的综合回报率，看上去还不错，还是正收益。但是呢，如果你去掉它的分红，看它的净值曲线，净值从41块现在是下降到了不到8块钱，3年不到的时间已经贬值了 80%。那么这就是叫做典型的高分红陷阱。用一句通俗一点的话来说，你获得它的分红，它拿走你的本金。那么再来看一个 NVDY， 这是一支以英伟达股票为标的的 cover call 期权策略 ETF。那么它的分红率高达 70% 以上，最高的时候甚至超过 120%。这支 ETF 从上市以来的综合回报率高达 270%， 但是呢，它的资产净值却下降了 10%。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cover call 这个期权策略的基本原理。为了读起来顺口，那么下面我就把它简称为叫做 CC 策略。CC 策略简单来说，就是你先买一堆股票，然后呢，卖出股票的看涨期权，相当于你卖出了股票上涨的权利，这样你可以收取权利金。权利金是 CC 策略最主要的收益来源。但是呢，这个策略呢有一些明显的缺陷。首先，CC 策略的本质是看跌的，因为是卖出看涨嘛，把上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那么如果在规定的时间，股价涨到了合约规定的价格，那么基金就必须要卖出股票。如果说不满足条件，那么基金可以保留股票，但无论如何，这个策略都可以稳赚权利金。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持续上涨的股市环境，那么对 CC 策略是非常不利的。那么股价不断的上涨，那么 CC 策略就不得不持续的卖出股票从而就使得整个的净资产呢在逐步的减少。但是呢，持续下跌的市场对 CC 策略来说就更不利了如果说股价持续的大跌，那么基金收到的权利金不足以弥补这个资产持续缩水的这个程度，那么同时还要支付给投资者高额的分红，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净资产下降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我们前面提到这个 TSLY， 它的净值缩水比较大，主要就是因为特斯拉这2年的股价基本没怎么涨，那么持续高分红消耗了大量的净资产。相比之下呢， NVDY 的这个净值缩水程度比较小，那么也就是因为这个英伟达股票这2年持续的上涨。但是即便是如此，这个投资本金依然在缩水。CC 策略最适合的市场环境就是不大涨也不大跌这种小幅震荡往上走的行情。所以呢， CC 策略最适合的标的其实不是股票，而是美股的大盘指数，比如说标普500指数或者纳斯达克100指数。这2个指数呢，在大多数这个时候呢，它就是这种温和的小幅上涨震动的这种向上走的行情。总之呢， CC 策略的特点是上涨有限但是下跌无限。如果说你发现一只CC 策略的 ETF 这个净值是在持续缩水的，那么我想你看过这个影片之后，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那么我平时观察这个 ETF 净值变化呢，我是推荐使用这个 coinfin.com 这个网站，免费的就够用了。那么进入这个网站，然后输入标的代码，选择历史价格图表，然后再添加一条数据，输入 NAV，就可以看到资产净值的变化数据了。这里呢，我需要声明一下，我与 Coinfin 之间没有任何金钱往来，
我只是觉得好用，推荐给大家，并不是给它做任何广告。那么我相信也有其他的某一些工具，也许我不知道，也可以实现类似的效果。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 TradingView 输入代码得到这个走势图，然后在右下角把这个根据分红调整的这个按钮关掉，这样就可以看到不包含分红的价格走势。如果说你使用富途牛牛之类的软件，那么把除权的选项变为不复权，也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我们需要找到这种分红率相对比较高，但是呢资产净值呢它不要大幅缩水的标的那么最好的标的呢，当然就是说分红率比较高，同时这个资产净值呢可以往上走的，能够逐渐提高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值得长期投资的标的。前面我提到过，就是说 CC 策略最适合的标的是美股的大盘指数。这张图表当中呢，我列举了一些目前市场上比较热门的以标普500指数或者纳斯达克100指数为标的的 CC 策略高分红的 ETF。 这样对比来看，从2024年3月到现在，综合回报最高的前3名是 QDTE、QQQI 和 SPYI。 那么去掉分红之后，净资产水平保持比较好的前3名是 DIVO、QQQI 和 JEPQ。 如果把结束的时间设定在2025年4月8日，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这些 ETF 净资产的变化情况。那么我们也可以观察在随后市场逐渐恢复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净值表现。在这里呢，我不想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我相信你搞懂了这些原理之后，你自己会有判断。那么今天这支影片，我主要的目的还是想分享这样的一种方法，而不是给出结论。那么一直也有网友在问我，为什么我的 High Five 组合当中不配置 CC 策略这种 ETF 来获取现金流呢？那么这个问题我主要是有2个顾虑。第一个呢，就是 CC 策略总体上来说，他们都历史还比较短，没有经历过像2008年这种量级的这种金融危机的考验。第二个呢，就是说 CC 策略基本上都是一个主动管理型策略，那么主动管理意味着就有人的因素在其中。那么我认为凡是有人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出错，会出一些人性的弱点之错。那么我喜欢没有人干预的标的。另外呢，就是说 ETF 呢都是有羊群效应的，行情好的时候资金不断的流入，那么对于这种高分红的 ETF 来说，它可以用新来的资金来为老的客户来提供分红。但是行情不好的时候，资金持续流出，那么这种状况下，这种游戏链条有可能就会断裂。那么极端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基金被清盘，那么这就意味着投资者有可能血本无归。总之呢，我目前对 CC 策略还是保持一种叫做乐观谨慎的态度时刻警惕着它有可能会拿走我的本金。那么我想今天这个影片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应该说你理解之后能够用好这个方法，你可以避掉绝大多数坑。那么对于这种高分红的这些事情，不要被收益吸引了眼球，而忘记了我们投资最终还是希望这个有一个资产的持续的增长。好，那么就说这些。今天这个影片我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我是老雷，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